大家好啊，今天我一个人，我来回答一个问题：在大马住在哪里啊比较好？一个呢是说别人是第一次来大马，住在哪里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就说我们自己，我和我太太，如果让我们放开了随便选，以我们现在的眼光见识，那么我们会住在哪里？照例啊，如果你是新朋友，我叫威廉，我们全家呢生活在大马满2年了。我们频道有个使命啊，就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OK， 为什么会说到今天这个事情啊？那是因为有一个观众朋友啊跟我写了一个邮件啊，他看我生活在大马，他说呢他也很心动啊，要把小孩子带来大马生活。但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其实做的比我们好。我们呢是因为当时结束了封城，哇，这个什么都没有准备，急匆匆的，连护照更新都是很难办的，都可以写一个很长的 SOP 和攻略的情况下，就匆匆逃离了上海，那才真的叫逃。那现在大家呢有这个条件会做得比较好。他呢是希望甚至于先考察，并且是长时间的考察。他说我先在吉隆坡雪兰莪先要住上一阵子，来了解是否适合我。那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应该住在哪里？你看这是第一个别人住在哪里的问题。我呢本来是觉得这问题不好回答。第一我们对大马，我们即便对雪兰莪、对吉隆坡也不这么了解尤其是吉隆坡城区我去的是比较少的第二呢，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个人情况，每个人的偏好都不一样。只是我转念一想呢，别人既然问我，应该是看过我们节目，对我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呢，我想了一想，我和王太还分别给了一个答案。王太呢给到2个答案第一个呢是叫 The Face，The Face 是一个怎么讲，有点像美国那种叫 Extended Stay，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我们每次去美国都会住这样子的。这里面是在非常非常好的区域，在 KLCC 金三角。这个楼也挺漂亮的，我看过我朋友呢去住过，我推荐其他人呢，如果来旅行，我也会推荐他住在那里，因为那个位置绝佳，而且呢价格不是很贵比想象的便宜。我朋友最便宜的可能就300马币不到吧，都订到过，但贵的可能还会贵一点，比周边那种有名的那种连锁的酒店那是要便宜非常多了。再有呢，为什么说它像 Extended Stay 呢？这里面还能做饭，你别看它是一个有吃饭很好的酒店的楼，很好的地段，有游泳池，什么都有，它还在这个里边是可以做饭。我朋友告诉我，住在那里边，每天送小孩去一个什么夏令营之类的，送他去，然后呢他在附近买菜附近的去一些小店都很方便。这是他推荐的第一个。他推荐的第二个呢，在下面，在吉隆坡的下面 Bukit Jalil， 因为我们呢就经常去那里的 Pavilion 的 Bukit Jalil， 那里呢还有 Jayagrasa， 我们也经常去，那里有高尔夫球场也非常美，应该还是算在吉隆坡，只是在吉隆坡的下面。他推荐了这2个。我也推荐2个。我第一个呢是推荐 SS2 在 PJ 很大了。我主推 SS2 呢，因为想要来体验，我不觉得他要来体验外国人住在什么社区，体验什么酒店我甚至于不推荐我们住的这里沙登，我觉得这个太南边了，这可能需要一点准备以后再住在这儿。我们没办法，因为小孩子读书就在这里，我告诉他以后读书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就好了。但他一定要选的话呢我不推荐沙登，我也不推荐什么呢？很多人推荐的 Desert Park City DPC 我不推荐因为我送货去过，我觉得那个像是专门画出来新建的，就是给外国人住一下，花园步道餐厅都很美，但有点脱离我所认识的雪兰莪和吉隆坡所以我第一推荐就在 SS2 呢，它那个 Commercial Square 很大，它的竞争很激烈，这个里面充满了烟火气，有便宜的，有很便宜的，也有 fancy 的，而且那里的屋子尤其是他如果租的话，那种华人屋子都有一定的年代，维护的特别好，它既可以体会到这种邻里，又可以体会到这个旁边吃的东西，很方便。这是我推荐的，只是呢要选到可以住的，因为很多都不欢迎 Airbnb 的短租的能够短租的能够住的，那他就去住一下。第二呢，我也可以推荐在 Damansara、Bangsar 或者
那边 SS21 啊类似的，只是住宅条件会更好一点，也有更多的 condo 可以选啊，这是我给他的推荐吧。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大家给一点意见，帮助他来完善一下他的来考察，来试着住一下吉隆坡的愿望吧。好，那么来说第二个，我们住哪里呢？大马，哎。不是我们在沙登已经住2年了吗？是吗？我们对大马也跑去了好几个州，7、8个州都去过了。我讲的是未来啊，如果我们在大马真的是退休躺平养老，小孩也不在身边了，哎呦，就我们2个人住一住，我们会住在哪里？因为现在啊，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限于小孩子，他要读书啊，他只能住在学校的附近，我们的时间表啊和住的地点都被小孩给锁死了。我想讲的呢是，未来，未来呢，我是发现未来我一定会去选择啊，住在大马的这个乡村，尤其这一次啊，过新年我们去了九号柔佛州，哎呦，是因为我在视频也讲过啊，我来解释一下。一开始啊，我们朋友都说，你看我们来自小乡村啊，连这个杨哥也说我们就是在大马的乡村，这和我印象当中中国的乡村想到以后，我脑海中蹦出来那个画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啊，乡村当然有很好的，有很典型的，在天目山啊、浙江、江苏的很多地方，甚至于像黄山啊那些地方都是挺不错的。但是大部分的乡村啊，它基本上基础设施从路、水啊、电，然后呢，农民的这个精神状态啊，他们生活的这种这个整个生活的习惯啊，和城市啊差距还是很大的。这是他自己，他周边的配套有没有一些超市购物，它的这个街区是怎样的？这个差别，和这个我在大马看到的，哇，那真的是差别太大了。甚至于像我们大厨说，我们在柔佛的利明达这个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让我已经想象的很差了，很糟糕了，知道吗？可是我去了以后，完全改变对大马乡村的看法。第一，它的风景很好啊，这因为是在他们所谓的乡村，周边有很好的风景啊，这个路目前啊，我看这几年修的也是不错。第二呢，它的居住的这个社区环境啊，你看同样一个 block， 我们以 block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和在城市的在这个吉隆坡雪兰莪的任何一个 town 里边，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同样的一个 block 里边，你修车的如果你是宗教的一些目的你要去 Mr. DIY， 你要各种 Kopitiam你要买东西的5金的店clinic 都有啊，什么都有啊。把这个 block， 我可以说它就是从大城市平移过来的，平行时空一下子放到了这个乡村的，有什么两样呢？我觉得都一样。最关键的，你说大家住家，我看他们邻里关系都很和谐，居住的面积很大在社区里面人情又特别好，很多人都互相往来，也不需要怎么锁门也锁但是没有这么强的防范心。等到这个经常去的Kopitiam，我们在那边吹水聊天喝茶，很多人又都是互相认识的，这个 parking 的这个 space 也很大，这些都是我看到在乡村的好处。大马的乡村这个非常非常接近于城市，那又带来这么多的好处。你要说不一样的话呢，就我在想，如果乡村那如果年纪大了看病，他会不会就不太方便，是吧？会不会还是要赶到比较更大一点的医院？当然不是指小毛小病了，你稍微大一点的，那么你这个跑来跑去就不是很方便咯，就费时了也不会很紧急咯，对吧？这个乡村应该都会有类似的问题。但它的好处实在太巨大了。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乡村消费还要便宜一些，是吧？你的物质欲望自然又会被降低许多，很适合2个人养养花呀，出去游山玩水都来的非常非常的便利。哇，这个是这一次旅行让我大开眼界。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有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像金马伦，我有个朋友，他就说他去了10几次金马伦，一到放假就去，这也算是
那这个就很适合生活啊。那么再有啊，像我这回去的柔佛州，我觉得也很不错啊，是吧？甚至于我们去年去了东马，我觉得东马也非常非常适合这个退休养老啊。东马物价适当的还得便宜一点啊，有些东西啊还会便宜一些。东马地方更大，跑哪儿啊它这个路都很宽，它那个 roundabout 它那个转盘啊都是很大的哦，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空旷啊。然后呢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好像又要更紧密一点，总体生活成本肯定要比我们现在还要再低一点。这个以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选择就太多了啊。那么我们不会选的，就像是游客刚到这里一样的，去一些特别 fancy 啊，特别感觉只适合外国人呢啊，包括说曼加勒啊，我觉得我也不会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选择，可能有对的思考，也有不对的思考，有带着一些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吧，也有参了我们来了2年的一些进步了一些的思考方式，请大家给我们一些 comment。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想，对吗？很多人也会在想啊，你这个退休去哪儿？现在住的不一定会是他未来要去的地方啊。我现在在去哪儿呢？我现在车上很塞车啊，我正驾车去找一个很牛很牛很牛的人啊，一起来录个节目。牛到什么程度？牛到他的名字里都带一个牛字啊！你们可以猜一下。好，现在说这么多啊，拜拜拜拜，水一起。OK 呀，给自己做个广告，这是。